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我劝女人夏天不塞衣角，不乱戴帽？看这几组对比就懂。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很多人都说，女人上了年纪，最怕的不是皱纹，不是白发，而是那份发福、发腮带来的臃肿感。可慢慢才明白，真正拉低一个人状态的，并不是自然老去的痕迹，而是那种没有分寸感、用力过猛的油腻穿搭。你看那些优雅的中年时尚博主，他们的穿搭里也许会有塞衣角、戴帽子这样的加分小心机，但放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里，如果照搬，反而很容易弄巧成拙。塞衣角暴露了身材短板，随意戴帽子显得用力又不实用，好好一身衣服反倒穿出油腻感。所以我一直劝姐妹们，人到中年，尤其是夏天，别一味模仿塞衣角、凹造型、乱戴帽子，看似是时髦，实则容易显胖显土。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看完这期咖啡屋你就懂了。一、女人上了年纪，这4种情况千万不要塞衣角。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关键是这个细节对于整体是有加成效果，而非暴露不足。就拿塞衣角这个细节，有的人优雅显气质，而有的人却显胖又油腻，关键就在于是否适合。而有这4种情况的女人，就不要塞衣角了。一是腰腹赘肉明显，就是苹果型或者 H 型身材。对于腰腹赘肉比较明显的身材来说，很多人总想着用塞衣角来提气场，可实际上这个动作反而容易把腰腹的臃肿感直接暴露出来，不仅勒出尴尬的褶皱，还很容易显得局促，像游泳圈一样让人无处躲藏。塞衣角这招对腰线本就清晰的人来说或许是锦上添花，但一旦放到苹果型或 H 型身材上，反而会打破原本的流畅线条，让整个人看上去更紧绷更显胖。那怎么穿才不容易踩雷？核心思路其实很简单，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腰线上，而是用流畅的纵向线条弱化腰腹存在感。可以多选带有垂坠感、长度刚好过臀或到大腿中部的中长款上衣，让衣摆自然散落，轻松勾勒出顺滑的 H 型或微 A 型轮廓，把腰腹的短板巧妙藏起来，既显瘦又显得整个人很松弛从容。下装可以选择高腰直筒裤或利落的 A 字裙，裤腰刚好被上衣覆盖住，不勒不紧，既修饰了侧腰，又把身形比例拉得干净利落。此外，腰腹有肉的人在配色上也要学会借力，越是简单顺色的搭配，越能拉长纵向比例，轻松形成一体感，让视线从上到下流畅延伸，看起来人自然就薄了半圈。其实对中年女人来说，松弛又有流动感的穿搭远比生硬的勒出一条假腰线更高级。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扬长避短里。二是穿着软塌薄透面料，暴露褶皱廉价感。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女性在夏季喜欢穿一些材质轻薄贴身的单品，比如雪纺衫、莫代尔 T 恤、薄针织衫等。这些面料虽然透气凉爽，却普遍缺乏支撑力，一旦把衣角塞进裤腰或裙腰里，就很容易在腰腹处堆积出一团乱褶皱，不仅显得臃肿不服帖，还会让原本该藏起来的小肚腩一下子被放大。尤其是有些轻薄的裤子或裙子，本身面料就带有微透感，衣角塞进去后，里面的褶皱和腰腹线条都一清二楚，看着真的很尴尬，也会让整体造型瞬间失了精致感。想要避免这种尴尬，不妨记住2个小技巧。第一，改全塞为半塞。全塞衣角容易堆料，
一不小心还会显得刻意，反而不如把衣角斜掖一角，或者只塞前摆，留后摆自然垂落。这样局部点到为止，不仅能标记腰线，修饰比例，还能让整体多一分随性和松弛感，看着自然又利落。第二，轻薄的材质更需要搭配有筋骨的廓形单品来平衡。对于中年女性来说，最显气质的从来不是软塌塌的贴身款，而是那些自带轮廓感、线条干净利落的单品。选一件版型挺阔的衬衫，合身的小西装，或者稍微带点宽松感、肩线清晰的 T 恤，面料要有一定垂感和支撑力，既不紧绷身形，又能自然垂落修饰曲线，这样哪怕偶尔点缀式的塞个衣角，也不会显得乱糟糟，更不怕贴出褶皱，轻轻松松就能把穿搭的利落感和精神感拉满。三是胯宽臀丰满的梨形身材。与苹果型身材不同，很多梨形身材的女性，腰腹其实并不显胖，甚至腰线还算清晰，但偏偏臀部和胯部存在感特别强。如果这时候把上衣硬塞进下装，看似突出了腰线，实际上却会在视觉上拉宽臀胯的比例，让整个身形显得更加上窄下宽，头重脚轻，比例失衡。而且塞衣角后，上半身被截得更短了，腿部线条也容易被压缩，原本就偏宽的胯部存在感瞬间放大，看上去难免有点笨拙沉重。对于梨形身材来说，穿搭的核心要领是保留腰部曲线感，同时巧妙地平衡臀胯，让上下身的比例更和谐流畅。第一，可以尝试那些自带收腰设计的上衣，比如轻薄的束腰衬衫、小收腰的针织衫，或是略带腰身的 T 恤。这类单品能自然勾勒出腰部线条，不需要塞衣角也能有腰身感，而且下摆自然散落覆盖在臀部和胯部上方，还能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把视线从最宽的胯部引开，看起来线条更顺滑。第二，就是最适合梨形身材的上短下长穿法，把衣橱里的上衣长度控制在腰线或腰线稍下的位置，既能突出腰身又避免压缩腿长。下装则可以选择 A 字裙、伞裙、直筒裤或者阔腿裤等，这类裤裙的版型对胯宽腿粗都非常友好，能自然地修饰下半身的线条，把臀胯包容进去，平衡上窄下宽的失衡感，让整个人看起来更轻盈，比例更出挑。四是胸部丰满，易显臃肿。对于胸部丰满的姐妹来说，很多时候一旦选择塞衣角，上衣前襟往往会因为胸围的撑起而失去顺滑的垂感，衣角在腰部会自然鼓起，堆叠出多余的褶皱，不仅打破了衣服原本的流畅线条，还会让整个上半身看上去像一个方块，显得厚重又缺乏层次感，看起来很容易显壮。这种体型在穿搭上更适合遵循纵向拉长合适度留白的原则，通过线条感和领口设计来弱化上半身的厚重感，显得更挺拔清爽。首先，领口的选择很重要，比起高领或圆领，V 领、U 领或者较大的圆领都更适合胸部丰满的姐妹。这种领型可以有效增加脖梗处的留白，让视线自然延伸，弱化胸部带来的视觉膨胀感。上衣整体保持自然垂落，不要刻意塞进裤腰，保持面料顺畅下垂，纵向的线条感能很好的修饰上半身，让整体看上去更清爽轻盈。其次，如果担心没有腰线，可以用腰带外系的方式来替代塞衣角，选择一根简约的细腰带，在外面系在上衣或外套的腰部位置，既能明确腰线，又能避免面料在腰部堆积，
尤其是一些带有一定廓形感的衬衫、针织开衫或薄外套，系上腰带后立马就能优化比例，还能留出恰到好处的松弛感。不过要注意，腰带选择不要太夸张，简约的细腰带就足够。2. 不乱戴帽，营造减龄优雅效果。1. 选错款式加重土气老态。雷区1，暴露脸型缺陷，放大年龄感。帽子作为头面部的延伸，选错款式会直接暴露面部和头型的短板。比如说像圆脸若是选择贝雷帽或针织帽，会缩短面部纵向比例，看着脸大憨厚，而长脸搭配窄檐帽，则会拉长中庭比例，会放大年龄感。尤其是一些软塌的针织帽，更是会因为贴头皮的设计而凸显了面部松弛、发腮等问题，显呆板老气。雷区2，廉价感与精致土陷阱。帽子的材质与细节决定了整体的质感。那些戴帽子气质提升一个档次的中年妈妈们，选择的帽子多是简约有质感的，而大多数中年女人选择的一些粗针织毛线帽、易变性的草帽等，佩戴后松垮无形，拉低整体质感又显廉价。大面积水钻、卡通印花、蕾丝、亮片等装饰过度的帽子，带出一股景区摆拍大妈风，有种用力过猛的精致土。雷区3，摘下帽子邋遢不整洁。此外，帽子会改变头发的形状和走向，长期佩戴会导致头发扁塌，尤其是在摘下帽子时，扁塌的发型在汗多的情况下，看着会很油腻邋遢。2. 不戴帽，利用发型配饰营造减龄优雅效果。很多人觉得帽子是点精致笔，能一下子把普通穿搭变得更有精致感和时髦感。但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年女性来说，帽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随时戴一顶帽子出门。与其盲目追求用帽子来凹造型，不如把心思放在更贴合日常、舒适又不失分寸感的小细节上，依然可以轻松打造出优雅减龄的好状态。一是可以用蓬松的扎发替代帽子，修饰头型更自然，比如简单的一款低马尾或低盘发，就能很好地勾勒出温柔气质。扎发时别拉得太紧，适当在头顶抽出一些发丝，制造蓬松度，看起来不仅显得发量多，还能修饰头型，让后脑勺看起来圆润饱满，更显脸小。耳边留出一些细碎的发丝，随意又慵懒，搭配日常衬衫、连衣裙，完全不输帽子带来的精致感。2是用清透的妆容，比帽子更能提亮气色。有时候一顶帽子遮住了头型，却挡不住没精神的肤色。想要看起来状态好，更关键的是底妆干净、自然透亮。选择与脖子接近的色号，用轻薄的粉底液均匀肤色，重点在眼下、法令纹、嘴角等暗沉区域少量多次轻拍，不留厚重感。画一个自然的灰棕色眉形，再用一支豆沙色或裸粉色的口红提亮气色，看起来干净又有活力，不输帽子带来的修饰效果。3是巧用珍珠或丝巾，小物件也能撑起高级感。真正懂得穿搭的女性都不会忽视配饰的重要性，哪怕不戴帽子，也完全可以用一条小丝巾点缀颈间，或用一副简单的珍珠耳钉、珍珠项链来提气质。8至9毫米的珍珠光泽柔和，刚好衬托成熟女性的沉稳与优雅。丝巾随意打个结，就能让简单的穿搭多一分法式感和灵动感。小小的配饰细节比帽子更日常，也更贴近真实生活里的精致感。3不塞衣角不乱戴帽，打造整体松弛感的细节。
一简而精的穿搭。女人上了年纪，要接纳岁月带来的变化，同时也不能放任老态。在服装方面，选择无灵感的服装，比如说白衬衫、直筒裤、简约 T 恤等，通过剪裁利落的基础款来模糊年龄界限，而在搭配上着重色彩，主选经典的白色、卡其色等中性色，以及乌霾蓝、灰粉等低饱和度墨蓝底色。无论是同色系深浅过渡，还是撞色穿搭，都不会俗气。2. 注重仪态的管理。挺拔的体态是女人优雅的灵魂，与穿搭发型相辅相成，保持挺拔而不紧绷，时刻注意沉肩、收腹、目视前方，避免含胸驼背。日常可用5分钟靠墙站立或练习普拉提改善体态。当女人走过40、50、60岁，很多人开始害怕衰老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痕迹，白发、皱纹、身材走样，似乎这些都在提醒着自己年纪不小了。于是有人妥协，有人凑合，也有人干脆放弃打扮，把自己藏在宽大单调的衣服里，不敢去尝试，也不想去打理。可其实岁月带走的是胶原蛋白，却带不走一个女人对美的态度和对自己的珍视。真正的优雅从来不是靠紧跟潮流拼命装嫩换来的，而是靠在每个年纪都活得清爽自在有精神。尤其是过了中年，穿衣打扮更是一种修养，是我们对生活最直观的表达。一个会穿衣的女人不一定每天珠光宝气潮流到头，但她一定懂得根据自己的身形气质和场合选对款式，选对颜色，让每一件衣服都为自己服务。她不需要大牌加持，也不用刻意凹造型，更不会被流行绑架，而是把最简单的基础款穿得舒适得体，用质地、剪裁和搭配让自己在人群里显得松弛而有分寸感。所以真正会穿的女人，越老越优雅，越老越不慌张。无论裙还是裤，都能穿得时髦得体，灵动有味。转身之间教会我们什么叫老了也可以美得有章有法。接下来咖啡屋就带你看看那些真正会穿的白发奶奶们是如何用一件裙子、一条裤子把年纪活成风景，把衣品穿成态度的。1. 不同长度的裤子有不同的选款重点。首先是穿短裤，裤腿不能太紧，廓形更显瘦。很多人都说短裤适合年轻人穿，老了就不要穿短裤了。但你看这些白发奶奶，穿着短裤还不是很时髦，一点都没有不得体的感觉。原因在于短裤的版型选对了。如果不想踩雷，一定要关注版型。裤腿要是太紧，穿起来影响舒适度不说，更是会暴露腿部的赘肉，大腿根被勒住，整个搭配的得体度就会下降。相反，带点廓形的 A 字短裤会好很多，廓形剪裁盖住大腿根的赘肉，也能留有更多的空间，走路会更舒适。第2，穿长裤，裤腰得高，凸显比例。如果你平时不习惯穿短裤，那么把裤装换成长裤其实是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中年女人来说，长裤不仅可以更好地修饰腿型，还能轻松穿出利落干练的气质。不过很多人总觉得长裤简单，随便穿就行，但真要穿出质感和高级感，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先别着急挑款式，先来说说最容易被忽视，但对整体影响最大的细节。裤腰设计，很多人穿长裤不好看，根本问题就在于腰线的位置没找对。低腰裤或者腰线模糊的裤子最容易拉低视觉重心，让整个身材比例看起来上短下短，不仅压个子，
还会把小肚腩暴露得一清二楚，整个人显得臃肿没精神。想要显腿长、显腰细、显精神，中年女人选裤子一定要坚持高腰原则，最理想的腰线位置是落在肚脐以上2至3厘米处，这样一来，腿长比例立马被拉出来了，就算是小个子也能轻松穿出大长腿的效果。搭配上宽松一些的裤型，比如干净利落的直筒裤、修饰腿型的阔腿裤，或者带有垂坠感的锥形裤，都能在遮肉的同时保留利落线条，看起来松弛大方，不挑身材。可光有好版型还不够，如果裤子面料没选好，也很容易拉低整体的质感。尤其是有些便宜的裤子，面料松松垮垮，下水就变形，走2步就皱巴巴地挂在腿上，一下子显得腿粗腿短不说，连整体气质都变得廉价又没精神。很多街头常见的廉价化纤、薄得一拉就透的面料，就是显胖显土的最大元凶。千万别贪便宜吃大亏，能让长裤穿得挺阔有型，既显瘦又显贵呢。这里给姐妹们推荐几个思路：皮革材质，有一定挺阔度，遮肉显瘦，还自带高级感。哪怕是基础黑色皮裤，一条就能提升整体质感。牛仔面料也是中年女人的万能裤，选择硬挺的牛仔材质，既修饰腿型又耐穿，微微带点水洗或复古感，更显干练有态度。醋酸真丝混纺面料尤其适合夏季穿，带有自然垂坠感的面料，走路带风，不贴肉不闷热，优雅又透气。2. 女人上了年纪，裙子就这么穿。1. 穿裙要得体，膝上款不要穿。在选裙子的时候，第一点都是看裙长，短裙真的不适合年纪大的女人，行走不便，容易走光，还会暴露腿部的一些缺点。这些气质奶奶们更偏爱及膝或过膝的中长裙，这个长度既能露出纤细的脚踝，又不会过于暴露。2. 穿裙要选耐看的，花里胡哨的快扔掉。说真的，好多中年女人都被花裙子耽误了，她们为了刻意扮嫩而选择花里胡哨的款式，可这些裙子真的达到减龄效果了吗？看到下面的对比，显然没有显年轻，反倒是加剧了老气感。这些白发奶奶们的搭配却能一直保持时髦，秘诀就在于选择经典耐看的花色，把繁琐复杂的设计都抛弃，多试试纯色款式，让裙子的耐看度大幅度增加，时髦优雅感拉满了。3. 质感为上，不能穿廉价的裙子。和裤装一样，裙子的质感也决定了整体气质。买裙子的时候，别为了贪便宜穿软塌塌透光的廉价面料，购推荐多穿这些天然面料。到了夏季，建议大家在预算内选择质感最好的裙子，面料上可以多 pick 天然面料，像真丝、棉麻、羊毛等等，它们各有各自的优势。真丝顺滑有光泽感，棉麻透气性强，缎面垂坠感强，即便没有多余的设计，也能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高级感。3. 白发奶奶的2个时尚外挂，让年龄只是数字。秘诀1：穿衣从不设限，用无龄感穿搭逆龄。很多人一到中年就给自己设限，觉得这个不能穿，那个太装嫩，结果就是把自己框在老年感的穿搭里面，越来越老气。而这些白发奶奶们之所以这么迷人，就是因为她们从不在乎年纪。在搭配方面，她们敢于大胆尝试各种风格，把流行元素玩得明明白白。裙子混搭靴子，长裙搭配运动鞋，优雅风和休闲风。酷飒风格都尝试过，不但没有违和感，反倒是很让人佩服他们的勇气。
所以别再被年龄束缚啦，勇敢尝试新风格，说不定你也能解锁逆龄密码。秘诀2，体态挺拔，行走间都能释放魅力。要是你仔细观察这些时髦奶奶，还会发现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时刻挺拔的体态。含胸驼背真的是中年女人的气质杀手，不但会让你比同龄人看起来显老，也会给人留下不太好的影响，穿得再贵也没品位。而这些白发奶奶们走路抬头挺胸，肩膀舒展，脖颈修长，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自信。想要获得同款气质，大家可千万不能让自己的体态松懈下来，平时多锻炼多运动，练习你的体态，时间久了，整个人的气场都会不一样。看完这些白发奶奶们的穿搭秘籍，真的很难不被她们惊艳到吧。或许你也发现了，她们的时髦密码其实并不复杂，衣服从来不需要花哨叠加，而是越简单越得体，越得体越耐看。她们不盲目追逐年轻人的潮流，也不把自己局限在所谓老年装里，而是把更多心思花在衣服的质感、剪裁和整体的舒适度上。有些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就要靠浓妆艳抹或者扮嫩来留住风采，可这些白发奶奶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底气从来不靠伪装，不染发，不刻意扮嫩，任由银丝点缀岁月，却依然优雅大方，自带光芒。她们把衬衫、长裤、连衣裙、外套穿得有分寸、有质感，也把自己的气质和自信藏进每一个小细节里。所以与其羡慕，不如学起来。人到中年以后，最该学会的就是穿得得体，活得舒服，用一件件有质感的衣服，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只要我们不懒得打理自己，不放弃热爱生活，不用刻意去迎合谁，优雅和时髦自然会悄悄溢出来，让人一眼就记住。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